功夫有长进啊！召集几个小喽啰，想杀了师弟吗？哼，你少废话，看剑！孤鸿海上来，赤行不敢攻，大漠孤烟直，长河落日圆。狄大哥，这不是唐诗剑法吗？你师傅为什么要教你唐诗剑法呢？给我追！往那边跑了，快！到那边，到那边，看看那边，快！师傅，没有。爹，怎么样了？那人轻功了得，我们追到后山便不见了。你放心吧，我早晚会找到他的。扶着龟儿，把风塔和陆坤抬上，我们走。是。三师兄，大师兄，怎么样了？五师兄。恩人，严大平今日得救，多谢恩人救命之恩呐！请问恩人尊姓大名？前辈快行起！前辈这样太折煞小人了。晚辈这点小事，算得了什么呢？哎呦啊，这怎么会是小事啊？救命之恩呐！恩人报个姓名，小人回家之后天天给你烧香求佛。前辈，晚辈心中有几点疑惑，想要请问前辈，
你说吧，小人绝不隐瞒，知道什么就告诉你什么。在下只是想问，前辈修那座大屋，又雇人挖掘，是不是为了找连城剑谱？不知找到了没有？恩人，小人的确费了不少心思，但是到现在一点信儿也没有。哎，恩人明鉴呐，小人我绝不隐瞒。你想想，如果我找到了，我会给你呀。我的命都是你救的，这身外之物对我有什么用啊？前辈，你误会了，小人并无心要那连城剑谱。哎，对，我只是想向前辈讨教一件事情。听说你有一个师弟叫戚长发，人送外号铁索横江，请问这是什么意思？哎呦，这意思吧，就是说我这个师弟计谋多端，心狠手辣呀，所以就像一条铁锁链一样横在江面上，叫来往的船只上也上不来，下也下不去呀。江湖中这种外号未必靠得住，这也可能是戚师傅的仇人给他起的。你既然跟他是同门师兄弟，必然了解他的脾气性格，请问他的性格如何？恩人，也不是说我在背后说我同门的坏话。我这个戚师弟，你别看他呆头呆脑的，他的心眼儿啊，比谁都灵啊。否则，那个连城剑谱也不会到他手中啊。你怎么知道连城剑谱一定在他手中？恩人，我把这件事情跟你详详细细的说上一遍，你就清楚了。10几年前，师父用连城剑法打败了抢夺剑谱的血刀老祖，自己也受了致命的内伤。他老人家临终前把剑谱交给我们师兄3人。是他亲手交给你们的吗？是啊。他到底是怎么死的？是病死的。他是病死的吗？你是谁？我是谁并不重要，要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你们杀了师傅，偷了剑谱，后来怎么样？好了，看起来我不得不说了。正如恩公所言，我们兄弟3人因师傅不肯将连城诀传给我们，与师傅反目，是3师弟戚长发一剑刺中师傅的后心。抢到了剑谱后，我们决定从剑谱中参研连城诀。那时我们3个人谁也不相信谁，于是把剑谱锁在一个铁盒里，铁盒上又连了3根链，分别铐在我们的手上。如此计划，可真算周密得很呢。即便是这样，后来又出乱子了。那日清晨，河中的剑谱不翼而飞，我们3人大惊之下拼命地寻找，可哪能找得着啊？本来是怀疑外镇山偷的，第一个大叫的就是他，贼喊捉贼。可后来我发现他去找齐长发，我就想了，要是剑谱在他的手中，他肯定找个地方去苦练去了嘛，何必去找别人嘛？再者说了，他去找齐长发的时候，总是气得咬牙切齿的。于是，我就决定去寻找齐长发。后来你找到线索了吗？后来，齐长发这个人呐，城府太深了，他是滴水不漏啊。我在偷看他教女儿和徒弟练功的时候，他故意装傻，把出自唐诗的剑招他改得狗屁不通。他越是做作，我就越觉得路数不对。我一直盯着他大半年，半点破绽也找不着啊。
这个老三呐，好心机呀！后来怎么样？后来万振山忽然让他的儿子来请齐长发到荆州去吃寿去，当然是以做寿为名，去刺探他的虚实。齐长发带着他的女儿，还有那个傻头傻脑的一个徒弟叫狄云什么的，一块儿去了。在万府，狄云和万振山的8大弟子打起来了。后来他露了3招精妙的剑术，引起了万振山的怀疑。你们8个有本事出来跟我打呀！嗨！呀！去见识！恩公，你想说什么？后来齐长发和万振山吵了起来，他刺伤了万振山，然后逃之夭夭了。丁大哥所说果然不错，师父一直在骗我。不过，他始终待我如亲生儿子，骗就骗了。恩公，你怎么了？啊，那你那个七师弟现在身在何处？这我就不太清楚了。也许他在哪儿一病不起，也许呢，他被豺狼虎豹吃掉了。多谢前辈实言相告，在下告辞了。恩公，大恩大德呀！我严大平永世不忘。前辈，不要这样，这样折杀小人啊！更何况你以前还……你在这儿很安全，你放心养伤吧，没人会来打扰你。恩公放心吧，他万振山呢，这会儿急得就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，他没有心思找我。为什么？他儿子的手被毒蝎子咬了，他必须服够10次药才能除根，而现在就服了1次药，2字儿没用。这么说，望归的性命岂不是不保了吗？这种花斑毒蝎咬了人之后，要让他活活受罪1个月，才能一命呜呼啊！妙哉，妙哉呀！1个月才会死？那他不会去找一个好的郎中，想一个解毒的法子吗？恩公有所不知啊，这种毒蝎子是我自己养的。世上只有我有这种解药，别人的解药都通通不管用。前辈，把解药给我吧。恩公，你要它干什么？以备不时之需啊！万一哪天我被毒蝎咬伤，也好有个防备。恩公，你开玩笑，你是不相信我呀？恩公，给拿去。多谢前辈，你好好在这养伤吧。在下告辞。恩公走好。这小子好像在哪见过。狄大哥，我就知道你会来这儿。你怎么知道？因为这里曾经有过你美好的回忆，对吧？水姑娘，咱们走吧。狄大哥，你已经实现了你的愿望了，为什么还是不开心呢？这次回家更增加了我的疑惑，师父为什么不教给我们真正的唐诗剑法？还有，他现在不知怎么样了。
是不是七芳姐姐？